哎呦，切主线了，主线切了。2.0的大线没了。哎呦我去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10斤的大飞。是吗？啊。我现在又重新上了一个2.0的主线，然后这个子线呢还是一样的，一个0.3的一个 P1线，浮漂跟刚才的浮漂是一样的，1.75克的这个战队漂。那么很多人会经常问，就是说这个黑坑啊，或者说是怎么样去调漂？实际上，我对于黑坑调漂，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简单的，因为黑坑呢，它不像说是自然水域，它的一个底是非常平的，或者说是差距不是特别大，里面呢少数的才会有这种障碍物，所以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去调漂，还是需要将这个是重铅呢先去找底。找底的目的呢，是为了去找出哪一块是最平着的，方便我们去做窝用。那么像我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在这里掉了，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去重铅找底了，直接在半水给它调出一个5目就够了，5目6目都可以。我现在的话捡到是6目，那么就直接现在在半水调的是6目5目5目。我们再需要挂饵料去找底，挂上饵料之后呢，就直接钓个3目4目5目6目都可以啊。根据这个水的根据这个水里面的这些鱼啊，它的一个鱼情来去调整它的一个钓目。调漂很简单的，其实黑坑调漂没有说像一些视频当中讲的调漂调的那么复杂。还有一句话呢，就是这么讲的：当你学会调漂了，也就意味着你要开始学会打龟了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很多的一些调漂的视频，有的呢，它是为了去博取一些争议点，所以他会把很简单的东西给你搞得特别复杂。特别当你是一个新手的时候，当你不太会钓鱼，刚开始去玩钓鱼的时候，不要把心思放在调漂上面。差不多了 ，OK， 3目开始钓了。我就要看一下这条鱼到底是什么鱼，攻都攻不起来就给我切了。太冲了，这个鱼真的太冲了。我就不知道你这个里面长的是啥，就这么冲。真的，这个2、3斤的这个鱼啊，就硬生生的拉出了这种5、6斤、7、8斤的那种罗非的感觉，这你就顶不住啊！它就一门心思的往前面冲，爆发力又强。它这个罗非呢是一种独有的，就是说特有的一个品种，本身很肥，然后爆发力特别强，然后再加上它是这种水库啊，深水大水面的，所以就会导致它这个鱼呢力气特别大。这是目前为止最乖的一条罗非。这个这么乖？冲啊！你倒是冲啊！冲不冲？哟，这是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所以他就乖。对，刚起床，还没睡醒，兄弟，现在就别挣扎了。我们通常在打这种罗非的时候啊，就很多人顶鱼方式是错的，很多人顶鱼呢，他是往回拉。像在这个塘呢，我还没有来之前，别人讲啊，主线用到2.5的 P1，子线用到2.0的这种 P1线。那你说打这个2、3斤的这种罗非，怎么可能要用这么大的线呢？
究其根本的一个原因，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这个老鱼啊，一打中它就往中间冲，冲的时候很多人呢是顺势往回拉，在拉的时候呢，这个鱼是等于说你的杆子啊跟这个鱼是成一条直线了，成这条直线的时候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会出现拔河。那拔河的一种状态，你不要说你那个1.0的 P1、2.0的 P1的，是一样的切，因为它杆子有杆子或者线，那么这支线能够拉多重的鱼，跟你直接拔河是两个概念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切线就是切在这里面。我们打罗非呢都知道是把它给顶起来，而不是把它拉回来。拉回来呢，像那种鱼的话，它的一个冲劲不够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往回拉。当它活性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把它控制在中上层，然后等它2次发力，发完力以后，我们就要给它顶到水面。罗非它这种鱼啊，就是顶到水面就没力了。当然，像大水面也好，水库也好，水深也好，是一样子的。只要说是你要注意得当的一个手法，就是这样往上面顶，手往上抬，而不是说中鱼了之后往回拉，一定要注意这种手法啊。掌握好了一个技巧，那么你的一个切线率就会低很多。本来打罗非，像这1-2斤的罗非，你上一个2.0的线，或者说上个2.0配个1.5，你就是已经以暴制暴了。特别像他们说的2.0 P1线都切，那就是手法的问题啊。进去吧。真冲啊！还有我们另外一种顶鱼的方式，就是鱼冲出去了，我们就是把它就这样把杆子的这个重心压低，压低了以后呢，就是说杆子去受力，就不是单单的线受力了。所以就是遛鱼呢，它有很多种技巧。那么我们打罗非，它本来有一句话叫做打罗非是以暴制暴的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它是适应在于硬杆上面。那如果是软杆，它就只能将重心去压低，去控这个鱼，让杆子受力。所以一定要区分自己用的是什么杆。你看到没有？去，鲮鱼，一条水中战斗机，鲮鱼啊！这个鲮鱼也很漂亮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大，很漂亮啊！走，快要下雨喽！感觉要下雨喽，下了就麻烦喽，就怕下雨。去了。哎，差不多了，要喊老板过来回鱼吧。这边这后面呢，也是慢慢摸，有大有小，就在一群小罗非当中啊，去打到它的这个大的。反正说快呢也快不起来，说慢呢时不时的又有一条啊。我们这边提前收了，这个散炮饵料也打得差不多了，让老板过来回鱼了。我这边开始回鱼了啊，来。你这里哪里有100斤啊？啊，那很难讲哦。早知道不是你这样玩，每次都是这样玩。然后东哥过来抬一下。你这种高手起码要钓100斤才能上岸才算。哎呦，有几斤啊？有5斤。
哎，没到100，我都说不到100了，是不是？不，渔户4斤。等一下，称一下，我都说不到100，是不是？你还说有100，我这里呢是吧？是不是有100是吧？我这里是104斤，哎呦我去，渔户4斤，老板，那不就100吗？那不就100吗？ 45入是，哪里还有入的？103，这个等下水都弹没了。哎呀，45入吧，大差不渔差的。户5斤，我的渔户5斤有5斤，那就5斤97，等于你97斤。 ，98。 98，会不会算数？完了，你要不说的话，还以为我是伪走派来的。我一看就知道不到100了，是不是？刚好啊，这边98斤，差2斤破百。这边呢是没有去除渔户是103斤啊。这羊汤飞漂亮，这个飞是真的漂亮，今天这打的真的是没脾气。我我2.0，这种鱼打上来，我2.0的主线切了，然后老板还说是最近没什么口，然后我过来打。那个真正的就是我的一个感觉来讲啊，这2、3斤的飞，你去拉它的时候啊，有那种6到8斤左右的这种大飞的手感，真的你根本就不能舀口，知道吧？你舀口这个手受不了，你平常的话1斤2斤的直接磕，这个你磕你想都不用想，那03的一个 P1 04的直接切。谁敢过来磕我的罗非啊？刚才也有我们来的时候有钓友啊，在这边钓，你知道它的一个线组搭配是什么不？2.5的8边大力马配2.0的4边 P1线，他说配小的就切了，他已经切了几副了。来，感觉今天咋样？徐老师？啊，今天吧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因为水库里面小罗非太多了，完了我就分不清那个小罗非跟大罗非的口，区别不清楚。这没有办法，这不钓是都是小罗非，好多。这不是说你分不清楚，很多人都分不清楚。像在这个季节啊，再往后面去1、2个月，小罗非更多，基本上所有的黑坑都会这样，就是很不稳定，然后那个口。对，就等于说那个小罗非闹的时候啊，那种口，特别是那大飞口轻的时候，你完全分不出来。对，看不见的。然后小罗非它一直就在那样子，对，它一直吃，并且中间可能还会有大飞的口，对然后就那我们打的时候呢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首先几个要素，第一个浮漂不能选择太小，要选择适中，可能要到1.75克到2克之间的浮漂。第二个，那么我们饵团不能戳得太小，因为太小了以后呢，那小鱼下边就没了，直接。对，而且不管你是拉饵也好，戳饵也好，浮钩性一定要强，因为小鱼啄，没下地都没了。没了我也是啊，有一会儿就是我那个漂一直下不去。对，然后直接都接了。对，然后第三个，当我们如果是用散炮去这种进攻型钓法去轰的时候，散炮一定是湿散。就很多钓友他分不清楚干散跟湿散的一个作用。干散就是你捏上去，啪，在半水里就没了，就到不了底。湿散的就是啊，就是很黏的就下去。就是湿散。对，就湿散下去呢，就是你的一个散炮的用散炮的重量打穿层，散炮比较重，它包着你的饵料唰然后下去。可能很多钓友会想，这么多小罗非，你为什么不去打那个戳饵呢？不，其实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每一种对待这种闹小鱼的有很多种办法，有10几种办法。那么当我们选定了一种办法，我们是打配合型的，就是一整套配合下来去打。那么你看着这个鱼口，那同样的很典型的这种小鱼的口就是一直点，或者幅度或者幅度很大，对，但是没力。真正大个体的鱼呢，要么就是连续的幅度很大的时候直接压下去了，下压口是很轻，我打那就都是很轻的。对，它是很稳的。然后呢，再另外一个就是在你在钓着的时候呢，突然一竿抛下去，鱼一直很抢很快的速度在那里点，突然不动了，就迟疑了1、2秒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大家伙来了。它出现了任何口你都要打，洞口也好，上顶下顿也好，下压也好，一定要打。它没有100%的概率的。好吧。对，就是拼竿数拼频率啊。但是你不打更没有概率。对吧？今天体会到了吧？体会到啊。今天还好了，打了50多斤。还行吧。50几啊？57可以了。现在还好，再过几个月，我们大家呢都会面临今天的这种问题，星星碰到这种问题，老手也会碰到这种问题。那么这一期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